为什么狗子只是接了个电话，那个男人就被摔折叠了？是因为3折叠怎么折都有面吗？这只狗子每晚睡前都要接电话，这已经很离谱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它还能根据电话内容进行犯罪。不是说好了建国以后动物不许成精吗？而这所谓的成精的狗子，不过是被人拿着当枪使的作案工具罢了。这波离谱操作的背后，是一段隐藏了8年的血海深仇。复仇是从深夜的惨叫开始的。一个女人跌跌撞撞的从屋里跑出来，正好撞上刚吃完饭的一家3口。女人吓得不轻，毛利大叔和柯南赶紧冲进屋里，就看到了已经摔折叠的男人。他虽然折叠，但不声不响，走得很安详。男人上方的楼梯上站着一只狗子，他凶神恶煞，看见柯南就扑了上去。小兰以为柯南也要折叠了，没想到人家俩人是好哥们儿。好消息！柯南旁边的电话里传来房屋主人的声音，这人是个律师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谈工作，有非常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而出现在这里的折叠男和尖叫女是帮他看家喂狗的隔壁邻居。木木警官很快就到了，根据尖叫女的回忆，当时律师打电话到家里，折叠男接起电话的时候正好是晚上9点，因为那时候房间里的钟声响了，记忆很深。律师说想和狗子说2句话，折叠男就上楼把听筒放在狗子的耳边，可没想到狗子突然暴起，折叠男仅用5秒就饮恨西北。柯南第一时间就怀疑到了律师的头上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狗子为啥接电话之后就攻击折叠男？而且律师曾连续3个月带着狗子外出，很明显是在训练狗子。养狗的人都知道，训练狗子主要靠的就是条件反射，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，给狗子养成记忆，让它听指令做事儿。律师就是用3个月硬生生的给狗子练出来肌肉记忆了，而狗子根本不懂善恶，它只知道服从本能。于是当指定的信号一出现，狗子就会扑过去，不管是人还是物，不管会不会出人命，这些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，他就是律师的背锅侠。但木木警官在调查中问过律师，当时在电话里和狗子说什么了？律师的狗子就在身边，他也毫不避讳地说出暗号：我是按照习惯要对约翰说声晚安才去睡觉。然后你又对约翰说什么？在说晚安之前呢，我先说约翰你好吗？你好吗，约翰？狗子却毫无反应，这让柯南陷入沉思。很明显，律师借了狗势，他也有充分的作案动机。律师的儿子在8年前荡了秋千，而他荡秋千的原因是长期受到校园霸凌，霸凌他的就是折叠男。律师的身份无法让他对折叠男出手，毕竟儿子受到霸凌后身体没有什么损伤，而荡秋千也是他的自主行为，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知识维护正义。当年折叠男在葬礼上痛哭忏悔，看起来像是恨不得替律师儿子荡秋千。律师看他年纪还小，也真心悔改，就选择了原谅。前段时间律师和折叠男再次相遇，原来折叠男搬到了律师的隔壁，他们成了邻居。律师经常叫折叠男来家里吃饭，看起来他们的关系十分要好。柯南觉得这份关系不寻常，而且他已经知道律师操控狗子的手法了。他引导毛利大叔及其所有人，在钟声响了9下之后，让狗子接电话听律师说出暗语。可是这次他却失手了，狗子没有任何反应。柯南懵了，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儿。他一夜没睡，狗子第2天就要被药物处理了，他要快点破解作案手法才行。但是如果这只狗会无缘无故的攻击人的话，便得对它做药物处理了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药物处理是杀了他吗？很明显，狗子就是纯大冤种，而被药物处理也在律师的默许之下。这狗子当年可是他儿子最喜欢的伙伴，现在却成了用来给儿子复仇的工具。这也侧面证明了律师在仇恨里已经丧失人性，变成疯批了。柯南对狗子有着感情，他还是新一的时候就经常和小兰来投喂。他一直在思考，直到上游泳课的时候，他听见教练吹哨训练学生，突然联想到当时不只是钟声响了，电话也响了。电话先响起后接通，接着钟声响9下，然后律师说出暗号。不得不说，柯南在日常生活中找线索的能力实在突出，仅仅一个小细节就能让他想通全部关键。律师在训练狗子的时候，用俄罗斯套娃的方法层层叠叠，也就是说条件反射需要完整的指令，狗子受到的训练中少了一环，自然不会听从指令。之前测试的时候漏了来电铃声，所以实验失败呢。这也说明了律师的谨慎性格和他的高智商犯罪。他的作案手法
实在高明。柯南再次集齐所有人，按顺序给狗子下达指令。到了最后一环，需要律师说出暗号时，律师认罪了。他知道他的诡计已经被拆穿，再怎么抵抗也没用了。我认罪了。其实律师满脸都写着命苦，他的老婆在很早的时候就去找太奶了，他和儿子相依为命，全部的情感寄托都在儿子身上。没想到突然有一天，他打开门看到的却是儿子在房梁上荡秋千，备受打击。但看着那孩子忏悔难过，他又想给对方一个机会，可没想到8年后，在律师家门口，他看到了折叠男竟还在霸凌别人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竟然不知悔改。律师气急攻心，决定知法犯法。直到认罪后，律师也没有觉得自己有错，他认为他在执行正义。柯南恨铁不成钢地讲述狗子的行为，才让律师认识到自己错的离谱。狗子每天都会在律师儿子的房间门口等他出来，一等就是8年。这份对儿子的忠诚却被律师利用，训练成作案工具。狗子纯粹的信任被辜负，还差点命丧于此。狗子既是凶手，也是背锅侠，他不懂人类的仇恨，只知道服从命令，却成了复仇工具。还好有柯南解开真相。早期柯南里真的包含很多要素，仅用一只狗的案件就讲了许多知识点，其中包括1. 校园霸凌，这是凶手压抑多年的作案动机，这不是孩子间的小打小闹，这场霸凌毁掉了2个家庭。有数据显示，中小学生受到霸凌的比例高达 25.8%， 也就是说每4个孩子里就有1个曾遭遇霸凌。而这种霸凌是一种精神摧残，孤立、排挤、嘲笑都是霸凌的一种。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，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。2. 知错不改，这是激起凶手杀心的重要导火索。折叠男在葬礼上痛哭流涕，其实他不是后悔了，他是害怕了。而律师当场就选择原谅，没有让他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，也没有让他做出什么补偿。那么折叠男就会认为这么做也没什么，直到8年后也一直在霸凌别人，直到承受律师的怒火，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这种教育的缺失到底是谁的错？3. 条件反射，它是凶手最隐秘的作案手法。律师通过训练狗子来完成复仇，但其实这个手法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被社会规训，被老板画饼，被道德绑架，其实都是他人使用的一种规训手段。守住本心，不被偷偷影响才是赢家。4. 心理创伤，律师的丧子之痛加上正义缺席之痛，造成了他的双重心理创伤。在特定的条件下，他内心的恶被激发，于是从律师这个身份转变成了要人命的疯批恶魔。早期柯南真的很有看点，1分钟都不敢快进，要不然就会跟不上剧情了。一个案件的信息量能让人琢磨很久，那么有没有哪个案件给小小的你带来大大的震撼呢？评论区一起讨论吧。